他表示真诚的祝福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一起来分享他生日的快乐。我们请我们的乐队给他送上一首生日快乐歌。年生日快乐，谢谢，快乐，谢谢大家，小平生日快乐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下面应今晚这位年轻寿星的男友的要求，我们要请上这位漂亮的小姐给我们献上一首歌曲。其实呢，这也是她自己本人的要求，她要用她的歌声来表达对大家的感谢。我觉得这事儿啊，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了，你得拿个主意呀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听到我说话没有啊？我不敢说。你每一回说这3个字的时候啊，后面一定跟着一条我必须服从的理由。假如你不是一个未婚女人，你可以生下她。假如你是一个未婚女人，但又不是一名天天在电视上出头露面的节目主持人，你也可以生下她。假如你既是一个未婚女人，又是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，可你不在乎你的亲朋好友和这座城市所有市民猎奇的目光，你还是可以生下她。其实你大可不必顾及我的感受，你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，只要你能够说服你自己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你这番话好像已经告诉我，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了，是吗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必然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公众形象，而一个公众人物身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污点的，知道吗？婷婷啊，今天晚上你开心吧？开心，不过我也不开心，总觉得少一个人，遗憾。你是说你姐姐吧？也不知道她最近在忙些什么，总是神秘兮兮的。可现在可好，她连我的生日都不来过。好啊，你不是躲着我吗？我就去找你。司机师傅，往右拐。干嘛？笨蛋，去我姐姐家呗。明白。哎，要不要喝点什么？不了，我该走了。不行，你每回来啊，都是来去匆匆的。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你走。你以为我真的想走啊？哎，灯亮着呢，他肯定在家。我就上去看他一眼，最多3分钟。你等等我好不好？你快点啊！哎，
你跟我一块上去吧。合适吗？快点。好。糟了，是小平。哎，他知道我在。婷婷，启鹏，婷婷，这么晚来看我了。我知道你不高兴，生我的气呢。今天呢是姐姐不好，工作太忙，没有亲自去道贺。现在呢，我正式的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。姐，你就不要给我找理由好不好？我真的很忙。婷婷，姐，你的消息放到挺严的嘛。那里面是不是你枕着你的刘伦山？你瞎说什么呀？启鹏，快坐吧。好。鬼才信呢！人家今天下午还给咱们家送了一篓闸蟹呢。闸蟹婷婷，对了，你那个店铺的生意怎么样了？别打岔。婷婷，你干嘛呢？姐，我吓唬你呢。我知道你吓唬我。姐，别神秘兮兮的好不好？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要不告诉我，我还真不听了呢。不打扰你们了。启鹏，我们走。真走了？不打扰就不打扰吧。走了，姐姐。走了啊。再见，启鹏。婷婷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他们走了。怎么了？程北，我心里乱得很，心慌得厉害。你说我做错了吗？你没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有什么错？你看，喂，哪里啊？喂，是我。你在哪儿呢？红碧啊！哎呀，你看我这刚刚散会，有事吗？开会？在哪儿开会啊？我打你办公室电话，你不在。我打你秘书电话，他说你不到8点就离开了。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看你一个法医，弄得像侦探似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准备对我也立案侦查呀？快说，什么事儿？没什么。儿子从上海打电话来了，说他有些水土不服，上吐下泻的。哎呀，都22了，别那么娇气了。该克服就得克服。不过他这个实习啊，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好了好了，最重要的是，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赶紧回家吧，我等你，马上回来。好的。夏，我走了。程北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喂，哪位？程北，是我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就知道今天你会打电话来。你放心，关于你们水泥厂迁址这个问题啊，我已经和云乐同志谈过了。你的那个方案呢，我想在下一次的市长会议上让大家讨论一下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再见啊。好，你们说。
说说看。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。我还没来得及和新军沟通。丁丽芬的前夫江康向我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，说丁丽芳在他们家的一幅油画背后发现了一张丁丽芬藏匿的软盘。一张丁丽芬的软盘。哎，那么这个发现的含义是什么呢？我有3点要说明。第一，如果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软盘，丁丽芬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？第二，在丁丽芬的遗体被发现之前，丁家曾遭遇过窃贼的光顾，而这个窃贼翻箱倒柜，却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拿走。这说明这个窃贼是带有特殊的目的。第三，如果说丁丽芬的死亡原因出现新的结论的话，那这张软盘的意义就更为重大。你说说看。它也许就是丁丽芬真正的死亡原因。这样，我现在对你们下一步的工作提2点要求。第一，要实事求是，一定要严加保密，切忌没有根据的判断。第二，结案要快，不管丁丽芬的死亡是什么性质。那张软盘呢？可以以公安局的名义来收缴，一定要快。是，我亲自去办。启鹏，你今天的事情做的有点出其不意吧？你指什么？软盘的事情，你可从来没跟我提过。怎么？是提防我呀，还是想自己要功？话说的肤浅了吧？来，这个，来。君子，关于软盘的事情，我没有能和你及时沟通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，我已经习惯了你的工作方法。你在挖苦我？不是挖苦，我是在提醒你，办案的时候不要多往多来。启鹏，看来我们真是有必要坐下来认真的谈谈了。没问题，你说吧。为什么一定要我说？因为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。看来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事实上，启鹏，从一开始，你我在丁丽芬案上就存在着分歧。其实你呢，就是区里风言风语的源头。说说，到底怎么想的？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白，我也和你说过很多次。要说我们2个之间有分歧，其实也很明白，那就是在丁丽芬的死亡结论上，还有就是你在定案复查中的消极态度。我不同意第2次复查呢，并不说明我的态度是消极的。丁丽芬的尸体在江水里浸泡了那么长时间，体内体外很多特征都遭到了破坏。但是有一点是初次尸检的时候就得到证实的，那就是她的死亡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力作用的痕迹。所以呢，于公于私，我认为第2次尸检意义不大。我不知道你的于公于私指的是什么。第一呢，再次尸检
等于对我们初次尸检的否定。至于像江康那些人那里呢，无疑给了一种不信任我们的口实，而且这件事情呢，关系到执法部门的权威问题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这么做。第二，你也知道我和丁丽芬的关系，我一直都很敬佩她，所以我不希望她的名誉受到损害，更不希望由于我们的某种猜测，就反复折磨她的尸体，让她死后也不得安息。第三嘛，丁丽芬的死亡，如果死因不是不慎溺水，那么就是自杀或者他杀。自杀呢，必须得有活不下去的充分心理依据。当然，这个中间我们的思路也有过一些变化，是吧？但是丁立芳的一句玩笑，还构不成他去自杀的充分理由。他杀呢，来自于仇恨、威胁等等原因，但你我都知道，就丁丽芬的为人，这种原因是不存在的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是无法证实这种因素的存在，对不对？所以启鹏啊，我是这样希望的，我希望我的理由能够说服你。当然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，唐局也是这么想。星君，我注意到你刚才说的第三点，也许他杀的可能正在出现。你是说丁家入室偷窃，还有江康说的那个画框背后的软盘吗？还不止这些。来，说说看。马凡曾经向 CC 娱乐城的老板裘其刚借过100万的贷款，用来赌博。在他坠楼的前一天晚上，面对索要借款的裘其刚，马凡莫名其妙地摸出一张软盘，他声称靠这张软盘可以连本带息地还清裘其刚的借款。他没提软盘里边是什么，也没提软盘的具体来源，可是他提到一个人的名字。谁？丁丽芬。丁丽芬？对，马凡把丁丽芬称作比菩萨还菩萨的女人。这个重要的口供让我产生了很多联想，联想到马凡捡到并归还丁丽芬遗失的手提电脑，联想到丁家遭遇的入室偷盗，联想到丁丽芬不久前在珠海曾经遇到的一次抢劫，劫匪什么都没有抢，抢走的也是一台手提电脑。有过这种事？为了证实一些情况，我派人去了珠海，丁丽芬的女秘书亲自经历了这次抢劫。准确吗？丁丽芬回到江都以后，并没有跟我提到此事，而且我知道他的手提电脑被完好的带回了江都。问题就在这儿。据女秘书交代，当时劫匪肯定是搞错了，他们抢走的并不是丁丽芬的手提电脑，而是女秘书的男朋友刚刚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事后，丁丽芬的表现非常奇怪。当女秘书要拨打110的时候，丁丽芬阻止了她。为什么？丁丽芬为什么要阻止她报案？现在江康又提到了软盘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电脑、软盘、电脑纠缠不清，你不觉得确实耐人寻味吗？看来我们是有必要
进行第二次实践。你回来了。把门关上。我知道你又忘了，约法3章的第3条是，不许在我的家里没有经过我同意就随便的抽烟。你看看你的脸色，还抽呢。程北，晚饭吃了吗？老头子，我在问你话呢。哎呀，我没有胃口。哎，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餐馆，里面呀有很好吃的饺子和包子。哎，我带你去吧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这张脸谁不认识啊？上楼下楼，那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板着个脸。你是坠入了情感的盲区，当然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就算是我坠入了情感的盲区，也不能这样抽烟伤你的肺呀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呀？你没权利干涉我的自由。你小，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，也不为我想，也应该为你的孩子想想。我错了啊！你看你这么大个人了，还是心无常的。好了，笑一个吧，笑啊！你相信吗？我有个办法，一定会让你笑。我有一个屡试不爽的绝招，我数到1、2、3，你准笑。如果你不笑，我马上从那窗口跳下去。哎，你还真跳啊！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我要是不笑的话，你又该说我把江都市的市长给谋杀了。那笑啊，笑啊！小小，你应该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。我这一辈子活的是坦荡无私啊！我这一生中只有2个秘密，为了这2个秘密，我承受了我生命中最大的压力，你应该理解。那你第1个秘密是不是和我有关系呢？当然了。那另外1个秘密是不是也和女人有关系呢？看想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哦对，你今天找我来究竟什么事儿啊？我现在不想说了。程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今天为什么脾气这么不好呢？我说不出口。我知道，每当你告诉我你说不出口的时候，一旦你说出口，那话一定是非常厉害的。
那我就找一个你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。你说，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何时能够兑现呢？我们必须有尊严的活着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放弃尊严。哎，难道你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吗？我心里很矛盾，说真的，我非常非常矛盾。哎呀，该说的话都说过了，你怎么还是优柔寡断？再这样拖下去，你的身体受到的伤害会更大呀。可是程北，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这样做。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，对吗？战争中，每一个战死在沙场上的勇士都是无辜的，可是他们除了服从还是服从，别无选择。有时候，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只能够付出代价，懂吗？可是这不一样啊，因为孩子不是我们尊严的敌人。对于孩子，我们应该尽一份责任，对吗？你愿意因为孩子失去我们现在的一切吗？我当然愿意了，因为我是个母亲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的。你愿意，我不愿意呀。那好，愿不愿意是你的事情，可是你不能够把你的意志强加于我的头上。哎，小小，我觉得你并不爱我。你是不是想用这个孩子来作为要挟我的一个筹码？是不是想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啊？很多女人都是这么想的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会给你，我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你。梁城北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刚才还在跟我谈尊严，你谈的是你自己的尊严，还是公平的尊严呢？为了你的尊严，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，你可以无所顾忌的去侮辱别人。为了你的尊严，你可以伤害无辜的生命。这个孩子的诞生，难道不是你丧失尊严的结果吗？小小，我们不该这样彼此的去伤害对方。小，你没有错，我真的很难呐。好吧，那你就把他生下来吧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也没给过你。这孩子，就算我献给你的一份厚礼了。我要记住，这个代价可是我多年奋斗的全部所得呀。请进。刘主任，这是你要的样片。好，放桌上来。还有事吗？有件事儿台里都传开了，您还不知道。这是真的？我妹妹是在市医院当护士的，她亲眼看见一男医生把她送进急诊室的，错不了。
是真的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样的话？他是谁啊？他究竟是谁啊？他是谁？和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没关系吗？小小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？你觉得在这种情绪下，我们还有谈的必要吗？我什么话都不想跟你说，你走吧。这都在欺骗我。让戚新军回避丁丽芬这个案子，除了刚才这些理由，还有没有别的理由？我现在脑子乱得像一锅粥，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来证明我的这种直觉，可我一直想证明这种直觉的正确性，也许这就是理由吧。这么说，戚新军成了你证明自己直觉的阻碍？也不完全是这样。那是什么？唐局，您别逼我行不行？你这小子倒打一耙啊你！明明是你在逼我呀！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如果仅仅凭戚新军和丁丽芳恋爱关系这一条，我不同意戚新军回避丁丽芬案。那我就再说一个理由。说吧。唐局，据丁丽芳回忆，丁丽芬在失踪前，也就是她回来的当天下午，戚新军找过她2次，而且交谈了2个多小时。这最起码说明他们之间。婶子。哦，你来了。哎。哎，我困了，想睡一会儿。你先去吧啊。行，唐局，那我先走了。这2天你天天来这里鼓捣这东西，我看不行的话，你就把他交给公安局算了。交公安局啊？啊？难道你连公安局的人都信不过呀？交公安局可以啊，关键是要看他们对丁丽芬的死因做出什么样的结论。丁丽芬的尸体在殡仪馆里已经存放了好几天了，听说呀，明天要火化。这尸体一没，你还查什么呀？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？下午殡仪馆已经接到正式通知了。红碧，这么晚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儿？丁丽芬的遗体要被火化，你知道吗？这不可能。我的复检报告已经递上去2天了，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做决定呀。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，咱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。在我12岁的时候，我们家发生了一次大的变故。我们村有个人爱上了我母亲，于是他就诬陷我父亲，把我父亲送进了监狱。事发之后呢，我母亲竟然撇下了我和我弟弟，嫁给了这个人。尽管我和我弟弟苦苦的哀求，他还是撇下了我们。后来我父亲水落石出，被无罪释放。事情呢，并没有到此为止。你现在怀疑他，
在丁丽芬的死亡问题上做了手脚，又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你这样意气用事是很伤人的。况且，他跟丁丽芬的私人关系，他怎么会容忍丁丽芬的死因不明不白的呢？戚新军是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，但是凭我的感觉，我觉得他为人正直，而且办案的业绩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红碧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戚新军抢先一步毁尸灭迹。其实，他现在已经开始这么做了。你想想，自从丽芬失踪以后，戚新军的所作所为，都是要得到那个电脑。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。红碧，我不愿意失去最后一次唯一可以证明一切的机会。那，你让我考虑一下好吗？已经没有时间了。1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母亲突然回来了。那天下着大雪，我母亲回来给我们做了好吃的，家里边也都打扫了一遍，跟我父亲还说了很多话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知道，我当时没想到，这是我和我母亲见到的最后一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母亲把这个男的给杀了。看完我们以后，他就去自首了。真没想到，你的内心是那么沧桑。我呀，从来没信任过人。我也知道，我自己也很难让别人信任，很难。我从来没有不信任过你。你信任我吗？我知道，你为那台电脑对我耿耿于怀。可是，你的行为那么莫名其妙的，哦，我就不能问一句了？我怎么莫名其妙了？嗯？是，你姐姐回来以后，我们是见过面。她当时为了那台电脑，都快急疯了。这你不是不知道。那好，江康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的忙。李芳，尽管你姐姐没有向我说明她的电脑里有什么文件，但是凭她现在的身份，我可以断定，在她电脑里绝对存放着重要机密，真的。也是出于保密的考虑，我没有向你挑明。这可能就引起了你对我的误会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姐打电话呢？你姐姐离家以后，你打通过她的电话吗？我也一样。最让我奇怪的是呢，
我请局里的电脑专家查看了电脑的全部文件，居然没有找到任何机密，这不就怪了？不会是你姐姐故弄玄虚吧？那可能是他进行了删除。也只有这种说法比较合理。但就是删除，他也不能不留备份吧？我找到了一张我姐姐的软盘，别那么看着我。丽芳，你要还信任我的话，爸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好吧？你要信任我，就把那张软盘交给我，我可以替你妥善保管，不用着急。你好好考虑，考虑好了通知我，好吗？等一等，你去找江康吧，软盘在他那儿。